好，来看到南韩哦，美国跟南韩，然后甚至它的印太关系是不是要因着尹锡悦而动摇了呢？现在韩国的检调申请要延长尹锡悦的逮捕令哦，因为上次没有逮捕成功嘛，所以他们就讲说要向法院申请延长这个逮捕令的时效。那尹锡悦的话，当然也是严阵以待哦，他们在官邸加强防御哦，用更多的巴士来当障碍物，甚至在外墙单独设置了带刺的铁丝网，重重的关卡，4道关卡，这次要更加的严防这个来逮捕的人哦。那我们看到示威者在严寒当中盖着被子啊、毯子啊，高喊着口号。那尹锡悦的支持者也聚集在外头几百公尺外过夜，也就是双方阵营哦，就是支持逮捕的跟支持尹锡悦的，在隔空叫嚣着。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公搜处说，现在委托警方要执行逮捕，相关人士讲说，这没有经过协商啊。警方向向韩联社表示哦，公搜处没有经过任何协商的情况之下就发来公文哦。现在目前警方正在进行法律研讨，那他们现在这样子申请延长逮捕有效期呢？公调处的人士他们就讲说其实呢，正如媒体预测，目前正在考虑3种选项啊，一个是拘票时限内再次执行拘捕，另外一个是重新申请逮捕令延长有效期限，或者是提交审前的拘留令而不执行逮捕令哦。那他们说会向这个代理总统崔相木再提出要求，总统的护卫处呢也会配合吗？但是他们现在目前尚未收到相关的回复啊。那在3号执行的过程当中，公调处跟警方呢在尹锡悦的官邸外面被这个警卫处拦阻长达5.5个小时，最后无功而返哦。后来呢，尹锡悦就出招啦，他们就透过了律师团来提告，包含了公调处的处长，还有警察厅的次长以及国防次长这些高官哦。律师团就讲说，根据韩国大法院的判例，执行行动必须要有合法性哦，但是你们现在的逮捕行动是失去正当性的，所以这个尹锡悦很懂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反击啊，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垂死挣扎呢？那现在目前韩国的这个总统警卫处的处长也是拒绝配合的哟。那他讲说呢，就是他没有办法配合这样子的逮捕行动。可是外界就有一个质疑啊，就说，是不是总统警卫处已经沦为私人军队呀？但是呢，他就说这种是一个侮辱性的言论，因为过去60年来，总统警卫处就是不分党派要来保护总统维安的一些保障哦，所以现在还在僵持当中。那再来，我们看到一些东兴大学啊相关的教授啊，他们讲说，总统警卫处是一个危险的机构，权力可能会失控哦，恐怕会变成总统的私人军队。也就是说，现在反正就是这个僵局啊，大家各出奇招啊，就是反正我做我的职责，然后我也懂得用法来回击，或者是我用什么样公调处来狙击，反正这个僵局现在僵持不下。那但是呢，东北亚会不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了？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就讲说，因为现在呢，尹锡悦遭到了停权，所以以美国为核心的东北亚联盟的外交政策恐怕会面临到瓦解。虽然尹锡悦不是因为外交政策到弹劾，但是现在韩国等于是进入到空转的阶段啊。那韩国的代理总统崔相木虽然跟这个布林肯见面，但是这样的见面，人家也觉得说，你一个是已经要下台的，一个是代理总统，你们这样的见面到底有什么样真正的实质意义嘛？是被外界所质疑的。那我们看到法新社也提到，他说这个布林肯跟这个韩国的外长赵对列的会谈试图要在川普回归之前呢，利用这次的出访来强调拜登团结民主盟友的政绩，所以做半天也是为了这个拜登下台一鞠躬的时候，好像端出一些成绩单而已嘛。那再来，这个布林肯下一站要去到东京这个不知道这样的实质作用到底这个美日韩联盟还能够延续多久？再来，还有另外看到了这个马斯克的反应啊，人家讲说，马斯克竟然在这边回应了，因为右翼的网媒说，尹锡悦的支持者带着美国的国旗聚集在官邸前面那好像是不是想要就是希望美国能够站队他们那边呢？结果马斯克竟然在留言区就贴文就说，哇，好多警察人家就解读说，这该不会是代表着马斯克或者甚至是川普要帮尹锡悦撑腰吗？有这可能性吗？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尹锡悦现在在国内有两个厂啊，那有一个是国会通过了特别检察官的法，那要针对他做弹劾的调查啊。那尹锡悦不愿意配合啊，因为这个特别检察官肯定对他是比较敌视，而且他们手上掌握了相当的市政啊。尹锡悦去大概一定输了啦。那另外一个厂是宪法法庭啊，就宪法法庭6个法官现在已经任命了嘛，那任命之后，尹锡悦就要出庭，那个地方他就可以发表一个救国演说了。我认为尹锡悦是非常明显是选择要去宪法法庭那边，那不要到国会这个特别检察官这边啊。对，你去看克林顿，你就知道多惨了嘛。到底有没有沾到啊？一个一个都要问，对不对？累死了，很不堪。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想说，我去宪法法庭那边，我发表个演讲，那支持我的人会聚集，好不好？形象会好转啊。那反正他就是要耗嘛，就是要让宪法法庭那个程序往前走，那他一定要撑到李在明比他先倒下来，这样因为李在明的司法也在走，他那个去年4月的选举官司，现在也还没有定验啊，那一般认为很有可能会被判刑，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希望川普上来了，能够发挥霹雳影响吧，因为你刚刚讲的也没错，就是韩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这么亲美又亲日的啦，找不到啊，对，绝对找不到啊，以前朴槿惠都没像他这样啊，就是他不止亲美，而且也亲日，所以美国当然认为他是最好的一个牌啊，而且美国也很清楚，共同民主党不可能这样的，共同民主党对你不要说对日本是绝无可能的啦，对一定是反日的，那对美国也很有意见啊，所以我觉得他就卡在这里。那国内的程序就是说，这2个程序同时被启动了，那尹锡悦显然就是他要去宪法法庭那边做交代啊。那坦白讲，公社处允许拘捕令延期啊，表示第一轮你输了，就是你没有在你的拘捕期限内抓到他，对不对？那你还要延期，让自己有这个法源再去抓啊。那第一次尹锡悦都得逞了，第二次怎么会让你得逞啊？又更加严加防范，一定的嘛，他一定这样的嘛。那因为他目前还是总统，他还没有被所谓那个弹劾的审判还没过嘛，所以我认为他会去宪法法庭去做弹劾的答辩啊。那宪法法庭的审判还没有出来之前，他仍然是总统，除非他在路上你把他拦截了，你敢吗？这个考验韩国的警察了。好，来请教介老师。现在那个宪法法庭的那个开庭日期都定了，就5次啊。最快的有1月14号，然后15号，然后有5场。那他的律师尹锡悦律师说，他的适当时机他要出庭，然后为自己的做法做出辩解，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在等那个宪法法庭这个出庭。可是我觉得韩国这个东兴大学的教授讲的也蛮对的，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同样一个韩国政府，那么在执行的时候，2个执行单位会相对的在那边这个对立，一个也是国家的公权力机构，另外也是公权力机构，对，你这个什么总统警卫队也是国家的机构啊。那你这个所谓公调会的这些执行人员也是国家的机构啊。那你在执行一个国家的法令，居然有2个不同的机构是用对立的方式来，那这个就蛮奇怪的。那你要知道，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有这些所谓特勤队啊，特勤队它上面就属于国安局啊，对啊，国安局它不是一个不会说我们这个总统元首的特勤队啊。他自己是怎么样？直接听命于什么总统副总统，好像不是这个体制。对，美国也不是，美国的特勤局事实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体制，是在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体制之下。那只有韩国这个什么总统的什么警卫队是听总统的，那这就一个很奇怪了。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它是一种惯例也好，还是法令的规定也好的话，这个绝对要改。这个就是现在韩国争论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双方还振振有词，对，所以就变成我觉得韩国，当然过去没有这个情况啊，过去没有这个情况，好像那个时候也有试图，也有出过事，警卫队就变成他是什么古代的御林军啊，对不对？然后就是保皇保到底。这个跟现代的法治国家来讲的话，事实上的话，感觉就是政出多门啊，然后呢还相互对立。那以后打仗的时候，陆军跟海军意见不合，是不是也在自己的军队两边也对立？所以这个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变成，我比较赞成韩国的这个东兴大学警察行政法的教授啊讲的哦，他说这个总统警卫队变成私人军队。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那刚刚我们上一段还提到什么僵尸外交，我觉得这个布林肯见吹项目啊，真的是僵尸外交乘以2。对，那以前我们在处理外交正式的外交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开会，人家都要你授权书，你是不是代表谁派你来，怎么代表，你是要能够授权谈什么都要很清楚。这个我觉得布林肯的授权书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他的老板还剩下几天呢？他去谈什么？对，所以有很多人说他这一行可能去的就是表示美国对韩国现状的一个重视。那么很可能呢，他这个也有说比较倾向于尹锡悦。我想尹锡悦会认为说，哇，你们都快下台了，还特别跑到汉城一样，让我更得到内心鼓舞，我一定要奋战到底啊！好，来问赖老师，伙同尹锡悦去搞政变的这一伙人都已经被逮捕了不管是他的国防部长、警察厅啊等等的，全部都被逮捕了，还有包括他的陆军司令啊等等。那尹锡悦也被弹劾成功了，证据越来越明确了。法院也判决了，说要发逮捕令，而且要在今天完成，结果却没有办法执法。这个对于韩国的法院的权威性已经受到影响，对于总统的这样子让整个国家政务瘫痪，对于韩国的伤害也已经形成了影响。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在看待韩国的时候，觉得韩国的体制的设计这个警卫队变成韩国总统的私人军队也对于韩国的所谓的民主韧性，其实也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布林肯这位一直在讲说韩国的民主韧性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已经到荒腔走板，法不像法，总统不像总统，政治停滞瘫痪，然后这个军队私人化，而且一个已经被弹劾的总统还可以继续指挥他的军队，还可以继续在位置上，而布林肯却赶在这个节骨眼去到韩国去。对，那韩国的人民在问一个问题你是要来干涉内政，你是要来给这个尹锡悦撑腰，或是你是要来给韩国的人民施加压力，还是你是要怎么样？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跑来了？你一个马上要卸任的人，你却在这个时候跑来，然后跑来见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尹锡悦的党派的这些人，包括代理总统、代理总统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在问说你来干什么？你能起什么作用？然后你在野党你要不要接触？那你是不是要来摸头？要大家说放尹锡悦一马？我觉得这个对于布林肯选在这个时候到韩国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受到很多的质疑，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他接着马上要到日本去，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我这次6号、7号、8号这几天在先韩国后日本，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巩固我们拜登总统所建立起来的大卫乙模式，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这个价值同盟，这个就是赖清德满嘴讲的价值同盟，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把你赖清德当成他的盟友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好，但是你布林肯接着到日本去会面临什么问题？日本人现在目前的日本政府是非常的愤怒就是日铁不能并购美钢，对，他们一定会问你，凭什么我们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难道就是你的对手、你的敌国？所以我们有影响到国家安全。你对待大陆的企业，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我们日本的企业，
那你把我看成敌国。我觉得布林肯这次到日本，我也看他该怎么去善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马上1月20号就要进入到川普时代了。那但是人家现在形容这叫做川马的全球政治即将要展开啊。为什么要讲到马斯克呢？因为人家感觉好像马斯克也像是个地下总统一般哦。欧洲现在对他恨得牙痒痒，好多个国家都跳出来说你不要来干政哦。比方说像是英国，他其实马斯克在12月16号曾经跟英国的改革党这个法拉奇会面哦。此前更传出说他捐款给改革党，希望呢他们下次在大选时候击败工党跟保守党。但是在1月5号的时候，他态度又转变了，他就说：“改革需要新的领导人，法拉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哦，就是我支持你，但是我还要换你党魁哦。”这样气的这个英国人哦，我就想说：哇，天哪，这个马斯克现在已经可以一句话来影响人家国家的政治了。那分析就讲了，其实之前马斯克形容他是一个很酷的朋友，但现在不酷了吗？他说这个马斯克评论可能进一步加剧他跟英国政治圈的紧张关系哦，引发外界对于改革英国党未来领导方向更多的揣测。那另外一个就是德国，同样他是直接骂肖兹哦，就骂他是个傻瓜啊，然后甚至还讲说德国的总统是不民主的暴君哦。那肖兹还安抚国内哦，就说这是一种网红的言论哦，就说网络讲话都本来要比较激进嘛，请大家要保持冷静哦，不要喂食网络巨魔。那可是你看到德国的经济部长哦，兼绿党的总理候选人哈伯克，他就讲说，把手从我们的民主中拿开，马斯克先生哦，就是这个德国也对他很不爽。再来就是法国也在骂他哦。那法国警告呢，就是这个共和党是不是应该管教一下马斯克，长臂管辖？现在是不是一直在挺欧洲的极右派哦？法国的外交部长就讲说，如果证明川普对于欧洲的极右都是支持，而且是这个认真的，那川普的政党就必须由这个对与川普关系紧密的这个马斯克言论承担责任。所以你看到连续英国、德国、法国对马斯克都批评，还有一个国家意大利，他们竟然手也都在伸进了意大利哦。原来是因为梅洛尼是马斯克的好朋友嘛。那你看川普还晒出跟梅洛尼的合照，还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然后甚至讲说她在欧洲这一边哦是一个非常具有风范的一个领导人啊，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还讲到我们准备好要合作啊。那意大利官方现在目前没有公布两人的谈话内容，尤其这场行程也没有事先公布，所以大家觉得说怎么是事后才看到了这样的合照。那当然对于美国国内的一些企业家来说，川普就职典礼倒数计时，让他们的捐款也要赶快就位哦。苹果的 CEO 库克呢就被爆出来，他已经捐了100万美元，个人名义捐了哦。那现在很多的美国的企业巨头也都很担心被川普给修理哦，所以现在大家都是纷纷捐款，现在金额已经高达2亿美元呐。那这个 Amazon 这一个 Bezos 哦，他其实呢之前是反川的嘛，现在继续抱川普大腿。他之前除了就是赶快联系川普去海湖庄园之外呢，现在据说连亚马逊都要推出梅洛尼亚的纪录片啊，人家讲说哇抱大腿，另一腿也抱上啦，所以还有漫画家画。还有这样子，川普大帝在这边，然后这边就是那个纷纷跪下来的，这个光头，这个就是贝佐斯哦，在这边拿着一包钱呢。那在华盛顿邮报不能登，为什么呢？因为像华盛顿邮报老板是他啊，所以他这个被退稿，然后就气的这一个漫画家就提出了辞呈哦。现在他画的旁边的人挺多的恐怕之后这边会很挤哦，包含了祖克伯，还有这个迪士尼的米老鼠也跪在前面哦，科技大亨们，然后全部通通都跪在这边，大家都怕了呀。那再来看看这个川普2.0。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前官员纷纷在这个时间点出来喊话，不知道有没有会影响到未来的一个走向哦？因为大家知道马斯克也是比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比较友好一点哦。你看美国的前亚太驻青就讲说，中美贸易其实对于美国的繁荣是很重要的应该这个中美双方要多多合作延续元首会晤的效应，然后来合作因应全球性的挑战。那但是呢，看到中国大陆他们的美国国债是持续在减少，
持有的，现在也减少了119亿美元，降到了7000多亿美元，这也是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那现在甚至还反过来加持什么呢？就加买黄金啊！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债市近期的走势如火如荼。1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频创新低啊，美债殖利率只是在近期高点附近持稳。那按照这个10年期的中美国债指标，这个券买报价的中间值来算，两者最新的利差倒挂幅度呢为302基点。这看起来好像整个就是反正这个现在整体来说的动荡这个国债恐怕也是会首先受到一些影响。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马斯克等于是在帮川普试探各国的潜在结盟者了比如他德国，他怎么可能对绿党好啦？绿人他就是站在对立面的那他特别去称赞德国那个极右翼替代选择党的党魁，那爱丽丝德国蛮奇怪的啦，就是说这个极右翼政党替代选择，虽然他也不算小党他现在民调有19那基督教民主党是32，他们两个加起来就过半了。可是基督教民主党在害怕，说我要跟极右翼组联合内阁，他怕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是那个替代选择目前在德国是第2大党，他民调是第2，大概19左右我认为马斯克就是在帮他减那个极端形象事实上他在搞什么他自己很清楚，就是他希望那个基民党跟极右翼的可以组联合内阁可是基民党会怕，那基民党那个党魁马斯克又看不上眼他好像也对他做过批评结果这几个人党魁来做民调，这个爱丽丝的民调是24是最高的，这党魁的民调他是第1名所以我觉得马斯克在玩一个局啦，等那个2月选完你就知道了他可能就会希望基民党跟右翼联合那以前那3个那个红绿灯的不要理他们这样因为如果你不找这个极右翼他可能又要去找那个哈贝克，又要去找那个自由民主党那这个显然是川普比较不乐见的那我觉得德国在欧洲当然是这个举足轻重所以当然马斯克是有看到，他当然看到意大利嘛，那看到德国，那还有法国那个 Marine Le Pen， 那也是右翼的对，所以我觉得坦白讲他要把他们都改造成小川普了简单讲是这样就川普你如果用极右翼的角度看，他其实有很多极右翼的主张，可是他的形象却站在中间所以他选上了总统那在马斯克的眼中就认为说，其实这几个被说成极右翼都是欧洲左翼害的就欧洲的媒体比较左所以他们都被曲解，所以我认为他是去欧洲要把这些人洗到中间来这样好，来问谢老师。对，现在这个川普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说真的恶人是人人怕对那个好人真的是门可罗雀，恶人常常看到一群人在他家门口把吸在一大堆这些重金拿去孝敬他。他这个就职典礼募了2亿美金是空前的所以他现在刚不晓得要干嘛，所以要加码办一场什么Mega Rally 要办一场大会。哇，那个不知道他要庆祝到什么程度那不过我是觉得只有有钱人拿钱去给他，对，没钱人没办法。对，可见他这个美国总统什么民主、自由、法治真的总统真的还是权力是很大的。他可以让一个企业最后怎么讲，就是说被逼出美国。那有一些生意人在美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立足，这个美国历史上非常多的。所以就是说民不跟官斗，不是说只有
东方才有啊，在美国也是一样。那美国是民不跟官斗，民啊想办法控制政府，控制官，所以美国的官是可以控制的。川普拿了这2亿啊，真的龙心大悦。他已经在他那个Truth Social里面写了好几次了。他说现在所有人都来找我，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人缘会这么好。他们是真的喜欢我吗？他自己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啊，他自己都吃惊。对，他以前这些真的，这些人以前对他有够坏啊。对，你说那个 Facebook 的，把他的账户给他消耗了，消掉。对啊，那个 Bezos 以前也是痛骂川普啊，现在都捧着带着钞票来见。我觉得那个100万啊，还是表面的，不会这么那一点点。对这些大富豪来讲，100万怎么拿得出手啊？那是表面上面的，其他我觉得他们这个好像是个人捐款，个人捐款，他的公司还有另外一套捐款制度。所以呢，我觉得他是这个哈，他是这个川普真的最近龙心大悦。不过我一直觉得这个梅诺尼啊，老是往华府跑，然后呢跟川普的关系啊越来越暧昧。对，越来越暧昧。你知道梅诺尼他是当时是 Berlusconi， 就是说原来那个意大利的大富豪总理，他所提拔出来的。对，他也是媒体出身。他年轻的时候啊，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政治运动狂热者，然后后来出来做怎么样？做这个在媒体，后来非常年轻就被贝鲁斯科尼当时的这个亿万富豪的意大利总理提拔出来做部长，他参政，所以他对这些有钱人、有势人，他很有一套。所以现在呢，就猛往华盛顿跑。就我看到的那个梅南尼啊，我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说希望她自己小心一点啊，看好她的老公。好，来问赖老师。意大利媒体不知道。我觉得川普在他的欧洲盟友他在推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就是走向这个极右翼化，川流。对，川流，而且他川流很明显的指标就是极右翼。那马斯克扮演什么角色？急先锋啊，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因为以现在在欧洲来看的话，确实这个极右翼是越来越有机会了。前一段的选举把欧洲人吓坏了，把法国人也都吓坏了。那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像意大利已经变成极右翼了，因为意大利的梅诺尼他就是法西斯的后代，这已经是很明显的。然后荷兰的现在的政府也是极右翼的，匈牙利也是极右翼的。那我个人认为，以现在的这个德国的崩解，德国的极右翼的政党的形象在目前在德国算不错的然后马斯克在帮他洗白，说一个同性恋者不会是希特勒所以他很推动说德国的德国的极右翼，你不能把它等同于纳粹来看，它是一个反移民，但是一个新的对德国有未来的。对，爱丽丝是同性恋。对，如果说德国极右翼能够赢的话，那欧洲的3大国意大利、德国，那就马上就威胁到法国的问题了。法国的极右翼目前来讲声势也是很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法国的外长马上就跳出来讲了，说你们是不是确认你川普就是要在欧洲推极右翼？如果你是的话，你们共和党的态度是怎么样？现在把共和党跟川普、马斯克是这样分开了。那由于马斯克没有一官半职，所以马斯克做一个企业家来讲，一个新媒体的一个老板来讲，他爱怎么讲是他的言论自由，他爱怎么推是他的言论自由，因为他不是官员，所以你一点办法没有。可是大家都知道，他跟川普的关系之所以如此的密切。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哦。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岛链洗牌的状况呢？在第一岛链里面呢，现在从日本到台湾这第一岛链呢，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第一岛链的状况，是不是美国已经有意要往后撤了？那第二岛链又是怎么样的一个防线呢？是从这个关岛为主的这样的第二道防线。那这个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货轮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这个是《金融时报》讲说，北京的灰色地带啊，是不是透过了货轮来断掉我方的缆线呢？现在目前呢，就是南韩也在协助调查这个事情。那台湾的官员说，这艘船的行为模式呢，跟灰色地带的作战是很相似的就是有一点好像是蓄意来破坏，而不是意外事件。那日经呢也报道了，他说现在日本啊，为了要防范台湾有事情，所以他们就已经把了14个这个防卫指挥中心已经改造成地下化了。他们的防卫省计划要拨426亿日元，相当于是152亿的台币把14处的自卫队指挥中心移到地底下，在台海冲突的时候或是其他紧急状况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一些重要措施。那关岛这边，他们说现在都有中国大陆的骇客渗透啊。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骇客大举入侵，潜伏在关岛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假设呢，这个中国大陆就是台海出现了冲突啊，中美也爆发冲突那驻关岛的美军可能就会出动因应。那这个中国大陆的骇客目标恐怕就是要破坏关岛的能力所以现在是不是美军真的是要推到了第3岛链去了呢？连关岛都没有办法守住的话，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拜登政府的国安官员他说现在这些骇客的动作啊，就是为了要借由害进美国来这些攻打台湾。那他说是为了这些攻打台湾所以他们要有一些先期的这种网络基础啊，他们要先害进来，然后为北京争取一些宝贵的时间甚至是在美元到达之前呢，就完成就是对于台湾的接管那港媒在讲说，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实力是等于说海权方面的话是更加增强了。那美军呢，他们的太平洋霸权已经不再是过去我们印象中那样子，这个海权至上了。他现在只能用一种分散生存的方式，也就是他不再能够有什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可能这个岛链已经要洗牌了，已经反转了，甚至说根本没有岛链概念了。他们现在只能用灵活作战部署来扩大机动性把这些部队分散到广阔的地区，然后来抵御潜在的先发制人的一些相关的打击那我们来看看对照一下解放军呢这边的动作，最近真的是很多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直都有不断有新消息，而且非常的密集现在解放军的论文讲说，他们军用的5G 实战部署他们已经有一个全球首个机动5G 的通讯基地站，在山地城市还有复杂的地形当中都可以快速的进行资料传输，而且具有高速行进和抗电磁干扰的相关能力另外这个福建舰疑似是有这个海试第6次海试那他们在甲板上面出现了空警600空中预警机来进行这个弹射起飞。那大陆的军事专家讲说，这个如果属实的话，代表空中的侦察能力已经迈向了新的里程碑，等于是向美军的超级航母看齐了。中国大陆接连展示了又是6代机又是四川舰大秀军事。那人家解释说，这背后有几个目的，3层意义，一个就是嚇阻台独，另外一个就是示威全球，另外一个也有安抚内部的3层意义存在着。那现在大家看看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好像有一种刚柔并进的，就是你要跟我沟通也可以沟通，那但是呢，如果你要强硬在我旁边部署军事的话，我也会有立刻的回应那你看到了这个港媒在讲，现在呢，中国大陆秀出来3机1舰就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新的基建那其实是要给川普看看因为川普马上就要上任了。那北京是要让川普知道，中美如果战争是会有严重的后果避免遭到川普军事的威吓，也避免两国爆发热战那美国驻大陆的大使呢，最近好像
风向变了，最近突然开始这个 love and peace 哦，就是中美友谊长存呐。以前是在那边讲什么啊，这个骂得很凶哦，就好像，但是现在呢，讲起来这个已经变成大量的这种中美友好啊、友谊长存的相关的留言哦。所以呢，大陆的官媒最近其实也释放说中美要合作的一些讯号，也就是说，我先在川普你上任之前营造一个正向的氛围，就看你怎么接招。你如果要来硬的，我们硬的也都准备好了；如果你要来软的，我们也释放了可以合作的讯号。现在就看川普怎么接招了。只不过呢，这个拜登在临去之前呢，现在布林肯还在那边到处跑啊。他说呢，虽然有人批评美国尝试与中国接触没有什么实际效用，是僵尸外交，但我仍然认为有助于减少中美因台湾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啊。好，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在形容美国现在的外交是僵尸外交啊，我觉得并不表示美国跟中国大陆那种各种合作努力啊是没有作用了啊。其实我觉得布林肯本人才是僵尸外交了，他已经僵了，还没有变成尸而已，他还是有2个礼拜。通常一般国家基本上不会接待他，因为他已经要下台了。对。他能够代表美国做什么承诺，做什么保证啊？做什么有利的政策说明？他下台了。美国的政策是最没有延续性，这世界都知道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朝政策。那川普跟这个拜登，也就是拜登的这个接任人，他们2个人从意识形态到政策，从内到外通通不同。大家都已经在准备迎接川普的时代了。请问那个布林肯还跑出去讲外交，他到底以为别人都时间那么多啊，还花时间去跟他接见啊？所以他最近要跑日本，要跑韩国啊，还要跑哪里的？我觉得基本上真的是在我们从外交角度上来看，真的浪费别人的时间。他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他因为他自己时间很多。所以他在浪费别人的时间，以后更多。对，所以布林肯现在的外交，他的外交行为才叫真正的僵尸外交，根本不值一提啊！他做的所有的说法都不值一提。你今天这个拜登在美国一天到晚在干嘛？你知道？颁勋章，他发明了好几种新的奖在那边颁，这个也拿，连那个篮球那个 Magic Johnson 也拿一个奖章。对不对？然后那个 Hillary Clinton 也拿一个奖章，他天天就在那边颁奖章。他现在想的就是他的历史的定位。可是外交来讲，他的时间已经过了。他现在布林肯已经是僵而不失啊。他过几天才变成湿。所以呢，他在那边不管是各种论断，不管是做的各种的这种外交上面的这种不管是这种努力也好，都是怎么样？都是浪费他国的时间，都是浪费他国的时间。那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前有一系列的动作，那大家的解读都认为基本上都是针对的川普政权的，那是硬菜居多，软菜这个说在美国的大使馆上有一些这种言论，这个是太微小的动作了。对，跟中国大陆3机1舰其实不只是3机哦，4、5机了。现在看起来舰也不是1舰，舰起码有2舰，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好这么多硬菜，基本上就是在给这个说实话给川普下马威。所以这一些东西拿出来的，不是说在他的什么美国驻华大使馆那几个留言那个东西都是极具分量的，那是可以改变这个区域政治，甚至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的。对，因为随便一个6代战机来讲的话，它就可以把中国大陆的制空权往外推，延伸1000公里延伸1000公里。随便一个怎么样？一个你今天讲076四川号基本放，把中国大陆区域拒止的能力又往上提升了，起码1/3。你现在是2艘，现在1/3。福建舰的海事成功，又提升中国大区域拒止的
范围又多出了1/4，这些部分才是在改变，所以真正的叫什么哈 ？game changer， 就是我们讲了改变游戏规则的工具，这个东西是最影响国际关系了。好，来请教亮哥。我觉得战争会发生，都是因为你低估对手了，那高估自己嘛，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点刻意了，因为他大概从去年9月25号就那个东风31 AG 那个全程试射，对，那之后就是每个月都有很多新的军武登场嘛，每个月都上新。对，这个非常的罕见，因为中国大陆在那之前都比较低调啊。那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去安徽看东风26B， 那也要成为一个新闻啊。那个是2线基地啊，接下来你就看到双航母演习在南海，对不对啊？那后来就有一大堆新的武器嘛包括这个第6代战机啦，076下水啦，还有最近这个空警600，空警600其实影响很大，因为以前那个大概只能够设定50个目标，所以美国就没把你看在眼里那这个可以一下就设定500个目标而且那个可以探视的距离又再拉长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怕你没看到，低估了我的实力，导致你轻举妄动嘛。所以就要跟你讲说，第一岛链你不要乱试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层级了这个第一岛链我也要把它视为我的地盘因为以前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那个美国代理人就已经不客气了，比如说加拿大啦，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的军机，澳大利亚，中国大陆都不客气就出手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跟美国讲，就是说我以后连你我都不客气了。那你要不要试那因为川普他的幕僚确实有一些是鹰派啦，比如说那个国防部政策次长那个科比那就是非常鹰派的那我觉得像他这种人就最容易引起战争了他表面上都说我没有要战争啦我是希望跟中国和平相处可是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收敛自我节制那他同样的话，中国大陆也倒过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够胖够巨大了那你对我也要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国家来看待我有这样的实力，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海域的要求嘛那就希望相对尊重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磨合期了，这种期间最容易出事而且美国有一个报道美国事实上有一个报道，就说中国大陆的海空的综合军力从2024开始到2027是这样飙上来，那到了2027就会超过美国。美国自己做了研究报告对，说综合军力在第一岛链，美国在2026、2027是最不利的时候，那要到2028之后才会有机会翻转，这是美国人自己写的报告可是那个报告，我认为是在一大堆想象的军品不会出现的时候。那现在中国大陆又有这么多新的啦，比如说076啦等等那搞不好这个2027之后，2028也是如此那你这个时候刚好就是你川普的任期所以就是要亮剑，让你想清楚这样。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在韩国、日本跟菲律宾所设的军事基地美国自己也没有把握能够确保它的安全也就是因为美国没有把握，所以他开始把他的军事基地的这些永久的设施开始往后撤。我们看到他在关岛这个部分他也没有把握了，因为之前他认为撤到关岛所以是比较安全的，因此日本也花了大概28亿美元给美国在关岛设这个军事跟训练的一个基地。那现在美国在往这个澳大利亚方面来撤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往阿拉斯加跟夏威夷，那这个就构成了他们所嘴巴讲的第三岛链。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节目中多次讲说这个第三岛链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阿拉斯加、一个夏威夷，然后一个澳大利亚就构成一个岛链，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海域太宽了所以它不会构成岛链了。那它了不起的只是说你的一个支撑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的太平洋的一个战争，不管是海军、空军，你可以使用这3个地方作为你的支撑点。但是问题是，当你靠近西太平洋，就是靠近中国大陆作战的时候，那这个支撑点的效果跟效能也下降了。这个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大陆的区域拒止能力的一个建构已经完成了。那如果战场是在西太平洋，美国事实上是没有胜算的。那一旦没有胜算，怎么可能会说你等待美国来援呢？美国的军队不可能打这种没有胜算的一个战争，也就是说，他不会赢，而且他会惨败，那他会死伤惨重，他怎么还会介入你的区域的战争、你的内部的战争来去打仗？所以我个人倒觉得在创造说我们只要等1个月、2个月甚至3个月，美国人一定会来。所以中国大陆的战法是先很短的时间内控制台湾，然后让美国人进不来，美国人也就死心了。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对的这个在战略的思维中，这个是站不住脚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大陆为什么会这么积极的发展海空军的战力？为什么福建舰的空警600的测试那么的重要？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说它空警600是不是成功了？因为空警600如果在电磁弹射上去的话，那就是代表福建舰它未来的战斗力是往外延伸了。也就是说，因为它是舰载机，所以航母走到哪里，那福建这个空警600就可以根据它的航母起飞的地方到的地方起飞，所以它的整个战力就往外延伸了。对。那往外延伸，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目前来讲，全世界就2个国家能做到，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大陆了。所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美国越来越不占有优势，这个是美国自己也心知肚明的事情。另外，我个人倒认为布林肯他现在因为剩下任期很少，可是他觉得他好不容易辛苦建立起来的这个东北亚，也就是大卫营的这个模式快要分崩离析了因为韩国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韩国原本是拜登的宠儿真的是宠儿儿子一样，宠爱有加。对，所以让这位宠儿到这个白宫去唱的一个 American Pie， 他开心到不行。可是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付出的代价是援助乌克兰，给乌克兰炮弹，所以改变了朝鲜的作战能力，也恶化了韩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他介入了南海跟这个台海之间，所以恶化了中韩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尹锡悦如此的这个追随美国，但是结果在拜登的民主党选输之后，川普一选赢，他马上就发动政变。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不可靠，所以布林肯才会气急败坏。现在还能修补多少？我是怀疑的。我觉得韩国的政局会听你布林肯讲话吗？因为你讲的话还算数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